这里是泰国曼谷的大皇宫。大皇宫坐落于湄南河的东岸，是曼谷乃至泰国的地标。大皇宫始建于1782年，经历代国王的不断修缮扩建，至今仍然金碧辉煌。这里汇集了泰国建筑、绘画、雕刻和装潢艺术的精粹，其风格具有鲜明的暹罗建筑艺术特点，深受各国游人的赞赏，也被誉为泰国艺术大全。这里有20多座古建筑，每一座都非常精美，可以说大皇宫就是曼谷甚至泰国的象征，也是游客首选的一个旅游胜地。今天坐地铁给大家去拍一拍大皇宫。大皇宫因为是曼谷最热门的景点，所以选择了下午去，尽量避开游人。这是菩提寺。大皇宫这边有很多精美的寺庙，也是皇家圣地，所以这边非常干净，景色也很美。前面大皇宫。出了地铁，正好沿着大皇宫的外围走一走，看看周边的建筑群。这是拉玛几啊？路边一个很漂亮的广场。哇，真漂亮！这应该是拉玛4世的雕像。后面这个宫殿应该是个博物馆。这边应该是泰国的国防部，前面有很多鼓炮，应该是鼓炮博物馆。这里面就是大皇宫，在哪儿？这片区域最能体现曼谷的皇家特色。这个国柱神庙也非常著名。这是一个国柱神庙。现在准备过马路，先去大皇宫。大皇宫这个门前都是步行道，白色的墙非常的圣洁。绕一下，前面有一个安检的入口。大皇宫的前面有一个巨大的草坪，好几个足球场的皇家田广场。从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入口，直接进就行。这里有一个形同虚设的安检口。现在已经3点多了，要抓紧时间了。今天的天气不是蓝天白云。这个大皇宫以前来过2次了。先去大皇宫。大皇宫前面这片景色很美。今天主要是进去给一些没有来过这里的人拍一拍。这边也是3点半关门，差点没赶上。大皇宫下午3点半就停止售票了，差点没赶上。来的有点晚了。前面是售票口，门票大概人民币100元。买张票。大皇宫的门票，还有玉佛寺吧。这个大皇宫的门票是一个套票，除了这个大皇宫、玉佛寺，还有一些地方可以去，不过每次也没有用全。大皇宫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，里面有20多座建筑。如果仔细游览，需要大半天的时间。我们去几个主要的建筑群。这边是玉佛寺的建筑群，这里有舍利塔，有神殿、大雄宝殿、
藏经阁，还有吴哥窟的模型。重点是这个玉佛寺的大殿，就是右边这个大雄宝殿。现在下午4点了，游客还是挺多的。大皇宫里拍照非常的漂亮，但是要避开游人就需要技巧。一个是可以拍局部、拍仰角，另外就是避开人群，一早一晚来拍摄。看这边玉佛寺里面的建筑多漂亮！玉佛寺就在大皇宫的景区内，是景区里最主要的建筑之一，千万不能错过。顺着路标往前走是入口，把鞋脱在外面，也需要先脱掉鞋子放在这里。游客先要沿着回廊走一圈，回廊非常的漂亮，很多人都在这里驻足拍照。金碧辉煌的建筑，墙上的雕塑也非常精美。从这里进入大殿，里面有玉佛。不过大皇宫里的室内基本都是不能拍照拍摄的，进入室内也会有人提示不能拍照。这个玉佛殿也是历代皇族举行重要仪式庆典的地方。远远的看一眼里面的玉佛。我们再来玉佛寺周边的几个建筑走一走。正好现在游客已经少多了，可以慢慢的拍照。看这个金色的大佛塔，非常壮观。再往前看一看其他几个建筑，再来看看旁边的一些建筑。这里的建筑还包括藏经阁、天神殿、舍利塔、大平台，每个建筑都设计得精美绝伦。建筑太多，如果没有导游讲解，自己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。大部分这些建筑里是不能进入的。整个建筑群就叫做摩天宫殿建筑群，确实有点漫游天宫的感觉。这时候已经开始慢慢的清场了。现在顺着去大皇宫里前面的几个建筑群，这里汇集了雕刻、装饰和壁画很多艺术精华，尤其是这个回廊里的壁画，非常的精美。现在看到的是大皇宫里著名的建筑群结基皇殿建筑群。这个结基皇殿是建于1876年，1882年完工。这里有很多的西式建筑，或者西式建筑和泰式建筑的组合。这个庭院里有如茵的大草坪和姿态各异的古树。这座雄伟而瑰丽的3层建筑，就是大皇宫里规模最大的主殿——结基宫。
很像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艺术。不过，建筑顶端又融合了泰国建筑艺术。这些宫殿建筑都不能入内参观，不过在外围拍照也非常的美。杰基宫的西面是绿石宫，东面是阿玛林宫，更多的体现了泰国的传统艺术。据说里面有很多第一流的艺术品，可惜没法进去参观。现在游客走的差不多了，可以再好好的欣赏一下，拍拍照。这边大皇宫有很多的皇宫建筑。从拉玛一世登基后，在1782年把首都从吞乌里迁到湄南河东岸的曼谷，经过历代不断的扩建，终于建成了规模宏大的大皇宫建筑群。大皇宫是泰国诸多王宫之一，是历代王宫保存最完美、规模最大、最有民族特色的王宫。曼谷王朝从拉玛一世到拉玛八世都居住于大皇宫内。现在的大皇宫基本仅用于举行加冕典礼、宫廷庆祝等仪式，成为了对外开放的一个著名的游览场所。现在大皇宫的门票还可以免费看这个演出，有专门的接驳车。因为到得太晚，所以参观的时间也比较匆匆忙忙。这里5点左右就开始清园了。从大皇宫出来，离开大皇宫，准备去河边看一看。大皇宫这边有个码头，正好是落日晚霞的时间，准备坐船去游览一下湄南河。